大家早安呐！我们现在在一个非常神奇的机场，居然有 BA 的自营贵宾室，很神奇吧？我们现在在瑞士日内瓦机场，居然有 BA 的自营贵宾室，虽然一定不怎么样，不过我们还是去看看 ，Go！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BA 的日内瓦贵宾室。首先进来的话，左边这一区是一个吧台区，桌上都有一些充电的插座，让大家坐在这边。然后这边是给一些啤酒的地方，这是个小小的一个独立空间。然后再来前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了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吧台上的东西吧。现在是早餐时段，那这边有这个柠檬水，然后一些早上就有酒精了。好，果然是非常的英航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红酒是 Merlot， 然后这边还有一支另外的红酒。然后白酒在下面，这支白酒是 Sauvignon Blanc， 另外这一支白酒的话有3款，这左边是 Prosecco 是气泡酒，然后这是第一款白酒跟第2款 Sauvignon Blanc， 所以酒精饮品的话选择蛮多的，2款红酒、2款白酒跟1款这个气泡酒。接下来的话，这边除了咖啡机跟茶包之外，早上的热食我们来看一下哦。热食就基本上的炒蛋跟这个香肠，很基本的。然后再来就是面包、果酱，冷肉一定会有的。然后起司，各种起司，水果跟优格，上面还有橘子跟苹果。然后面包的话，在这里，面包的种类也还算多。可颂啊，法国啦，然后这是硬面包的什么都有 ，cereal 啦，核桃、坚果也都有。好，那我们再往里面，再继续往里面看喽。座位其实还蛮多的耶，哇！有让我蛮意外的耶，因为在瑞士日内瓦，英航居然有一个自营的贵宾室，而且这空间还不小，里面座位是蛮多的耶。而且其实这还算舒适耶，这已经比大部分很多英航贵宾室要做的不错，装潢的蛮好的，看起来是蛮新的耶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一样简单拿了一点食物，早上嘛就吃的比较简单，就拿了一点炒蛋跟肠子，然后我会习惯拿优格，然后加进这个坚果里面。对，我现在把这个优格倒进这个我拿了一些坚果里面，然后再倒了一杯气泡酒。来欧洲一早就要喝一杯酒，这也不过分吧？我们现在试一看看热食的部分吧。炒蛋，我的早餐就这样中规中矩。咖啡，这个是香肠。食物部分真的就是差强人意啦，那个坚果有一点软掉了，不是那么脆。不过那块香肠味道的话还可以啦。不过这个是很特别的，就是其实这一趟旅行是本来想跟大家开启一个新的小计划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在疫情之后，我选择了冲英国航空的高级会籍，是因为英航有提供那个终身绿宝石的一个 milestone， 然后我认为我10年应该是可以达标，所以我那时候在疫情刚结束的时候就决定开始冲英航。想要拿到终身的35000分的 TP， 那终身绿宝石当然是很香啊。然后而且这每一年当中，我就会维持 Go Get List， 大约维持个8、9年应该就可以了。那我也确实在疫情后的第1年就冲到了 Go Get List 5000的 Tier Point， 那年真的飞得很辛苦。那英航的这个 GGL 其实有蛮多很好的福利，然后终身的话其实也很棒，但人算不如天算啦，就是改制了嘛。在去年12月30号、31号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在巴厘岛安达士跨年，就传出噩耗，对，就是闪电宣布改制，就英航宣布改制。那改制的结果就变成是差异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。那而且完全改成消费金额，然后而且对我们不base在英国的就变得非常不友善。简单来讲的话，就是说它连金卡的部分，就是不是 Go Get List 是 Go 的部分，1年改成就是2万，你要消费就是2万英镑。不含税费哦，2万英镑是不含税费，单纯机票费用。那大家讲说这金额都非常高，那整个终身的门槛也大幅提高。那以我的飞行的频率跟修行的次数来看的话，可能还要再飞个20-30年才有可能达到。
那所以我就果断放弃了。所以现在等于是我维持这个银行 Go-Get List 的最后一个年度了，到2026年的3月就结束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最后一个年度的 GGL 的这个期间，所以我会想利用最后这一年跟大家做一个就是我的 GGL 的 Go-Get List 的毕业旅行企划。那这个计划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如果你身为 BA 的 Go-Get List， 你有什么特殊的福利呢？那我们今天第一个 part， 我们就先来讲升等券吧。BA 的话，在以前的话呢，就是拿到2500跟3500的 Tier Point 的话，就会给升等券。2500的话，给的是一张双人升等券。那3500给的是2张单人升等券，是不是有点复杂？其实就是你拿到第一张呢，是一定要一次用双人，对，然后后面会2张单人的。那后面的弹性比较大嘛，3500的，那总共是4个名额，对，这样子的升等券。那毕业升等券的话，使用上其实是非常好用的，因为像大家知道华航长荣的话，所谓的升等用里程啊，升等其实是你是要排位子，然后其实它是跟里程票有些部分是共用一个铺，当然升等的铺会比较大，可是还是要排。但是 BA 的话玩法就不长这样， BA 的话就是说你今天买的舱等是没有限制的，只要你想升的下一个舱等，仍然有卖该舱等的最低票价就可以升。现金票有卖就可以升，不用管里程票，所以里程票有没有位置不重要，现金有卖票就可以升了。好，所以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，豪金升商务的话，只要商务的 I 舱有位置，那你豪金买什么舱等都无所谓，你就可以直接升。商务升头等也是一样，只要头等的 A 舱有位置，你商务买什么舱都没有关系，你就可以直接升头等。就是你要升的下一个舱等的最低的卖票，商务就是 I， 那豪金是 T， 那头等是 A。这3个舱等只要有位置，你就可以直接升。那大家知道吗？现金票当然有位置的几率会大很多，一定比里程票大非常多啦。那很多航线甚至都是有9个位置以上的，所以这个升等券其实是非常的好用。那过去2年里面，基本上我来往欧洲旅行，我都会利用升等券，因为这样真的是很划算。那亚洲出发的话，我首推就是上海，因为其实 BA 现在亚洲经营的航点真的是非常的少啦，真的是非常的少。对，除了就东京一天1到2班，香港本来2班砍成1班，上海每天1班，北京砍掉了，新加坡每天2班，然后在去年有新开了吉隆坡，但吉隆坡延到今年才开航。然后还有就是曼谷一周是3班还是4班这样，不过曼谷是 Gatwick 啦，不是 Heathrow。对，然后再就是吉隆坡，所以其实它东亚的航点真的是非常少，印度大宗啦，但是东南亚真的非常少。那这几个航点里面出发的票价里面，如果你要拿豪金去升商务的话，那只有2个地方是划算的，就是上海跟吉隆坡。那东京就不用讲，东京的票价都很贵，然后新加坡也都很贵，香港的豪金也很贵。那豪金有便宜价格的只有吉隆坡跟上海，大约你可能台币4万块左右就可以买到了，甚至我买过最便宜的是大概台币3万5就可以有一张上海出发或吉隆坡出发到欧洲来回的豪金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豪金舱的价格，对，来回。那你只要买了这个价格票之后，那商务的价格就高了。所以升等券的话，使用 CP 值最高就是豪金升商务，因为上海出发跟吉隆坡出发，商务跟头等其实价差没有很大。最便宜的时候，商务可能10万出头，头等可能15、16万。那豪金你看3万多到10万，所以豪金升商务的价差是最大的。所以我过去的升等券我都拿来这样使用，都拿来就是做豪金升商务的动作。那这趟旅行也是，那这趟也很幸运，我本来这趟回程的时候，从现在的日内瓦，然后进伦敦转机要回上海，本来后面那段要给大家拍商务舱，因为好好介绍一下 BA 的传说中的最佳豪金舱的商务舱。就是大家说很烂的商务舱啦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有值得介绍的地方。但天算不如人算，我刚刚在日内瓦check in的时候，我的后段伦敦到上海就已经显示我被升等了，所以我本来都想好我要拍什么给大家介绍了，那现在就是因为我已经被升等了，所以我现在后段我拿到的 boarding pass 已经是 first class 了，对，所以
不过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商务舱的话，其实重点在我想跟大家讲的是那个座位啦，因为那个商务舱其实就是座位你要选对。那回到 BA 在日内瓦的部分，这个日内瓦的浪局啊，其实真的是蛮舒适、蛮典雅的。对，就是它真的是空间感其实是蛮不错的。那 BA 的话，现在日内瓦一天是5个航班，一天5个航班有这样子一个浪局，我觉得其实相当的不错相当的不错。那其实看得出来，就其实我来程的时候，我就有发现为什么 BA 要这边开浪局，其实我可以想象得到，因为这边非常多金融客，然后而且因为它联合国总部，所以我想非常多的商务或是一些高端人士会进出这里。因为我来的时候啊，伦敦到日内瓦短程那一段GGL 居然超过10个人，其实我吓一跳，因为门槛这么高，代表说有非常多的 BA 高卡客人是很常要飞日内瓦的。那所以他日内瓦作为一个浪局，也就变得是非常理所当然而且合理的事情了。而且最让我意外的是，那些 GGL 走进来，居然有蛮多是搭经济舱。大家如果看过旧制的银行 TP 累积方式的话，就会知道，你要靠搭经济舱拿到 BA 的金卡或是 Gold List， 那真的是要几乎住在飞机上就是你可能每天搭飞机通勤，所以这边可能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吧，就真的是很神奇，真的很神奇。也是因为这么多高卡客人会来这边，所以 BA 就做了一个浪局放在这里。浪局本身是简简单单啦，没什么好介绍的，对，所以就跟大家说一下说 BA 这边的现况。今天是5个航班飞往日内瓦，这些贵宾室蛮不错的